近日，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贷款等形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15号，中国外交部宣布，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令人关注的是，此次中方祭出的制裁实现了对洛马公司的一家分公司的精准打击，被形容罕见。分析认为，这是对美台军事勾连发出的清晰信号。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在武装台湾的错误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直接参与8月24日美售台武器。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多次参与美售台武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上述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军工巨头，此前多次因为对台军售遭到中方制裁，中方还对其开出了近1000亿元人民币的罚单。今年2月因逾期拒缴罚款，中国商务部升级对该公司的制裁，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在华工作、停留以及居留。但外界注意到，与之前对洛马公司的数次制裁不同，这次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地点明了制裁原因和具体制裁的分公司，非常不同寻常。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处置，其实相对于过往而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一方面会强调我们这次的制裁的正当性更足，同时也会使得未来这种正当性制裁更具有正当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的相应的曝光，其实就是警示，如果未来美国不知收敛的话，执意继续对台军售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相关的企业和更多的个人受到实质的制裁。到那个时候，不要追悔莫及。有分析指出，中方此次针对的8月24号美售台武器，应该是指美国国会批准向台湾当局出售 F-16战机配套的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英文缩写为 IRST。美国动力网站此前提到，美国方面没有透露对台提供的 IRST 装置的具体型号，而洛马公司研制了多型 IRST 装置，包括 F-15、F-16战机携带的军团吊舱、FA-18E/F 电子战机利用副油箱改装的 IRST 装置等。考虑到洛马公司提供的 IRST 装置将用于台军的 F-16V 战机上，因此它大概率是军团吊舱。按照美方的说法，包括歼20在内的对手国家的隐身战机不断提升，给美国雷达防空系统带去巨大挑战，所以美国将有效打击隐身飞机作为未来发展重点，而包括军团吊舱在内的 IRST 装置就被美军寄予厚望，甚至被当作独门绝技。2021年起，美军在其 F-15C 战机上测试搭载军团吊舱，在其作用下，战机不管是处在哪一种飞行状态下，都能够精准发现威胁目标，包括隐身战机。而根据五角大楼此前发布的文件，为 F-15战机配套的军团吊舱是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佛罗里达州奥兰多进行的制造、安装和测试工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台湾方面获得的 IRST 装置就是军团吊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因此被制裁，的确是一次精准打击。此次被中方制裁的另一家美国军火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是去年12月售台的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的主承包商。值得关注的是，台空军的 F-16V 战机，其改进核心就是采用了诺格公司的 AN/APG-83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F-16V 的军购案是蔡英文当局2020年用2400多亿新台币，当时约合85亿美元的特别预算，分7年采购，是近年来美对台军售金额最大、武器性能最先进的一次。3个联合公报当中，对于美国的对台军售问题，其实做出过相当明显的一个规定。美方曾经对我们承诺过，要逐步减少对台相应的军售，并且要降低对台军售的规模质量。我们会发现，美国基本上是将它现役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直接卖给了台湾。那这种行为，我觉得其实对于两岸军力实力的对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是严重的违背了美国对我们做出的相应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本月14号至16号，台当局时隔4年在台北举办防务展。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5号前往探馆，就专门到了洛马公司和诺格公司的展位。此次美国在台协会首度筹组41家美国军工企业参展设立美国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除了展出 F-16V 战机的模拟驾驶舱外，也陈列了 C-130J 运输机的模型。台空军现役19架 C-130H 运输机机龄已经近40年，台防务部门已拍板执行航电系统性能提升计划，分阶段提升 C-130H 的性能。洛马公司显然是有备而来。诺斯洛普格鲁曼则展出了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的模型，这也是台空军一直规划想采购6架的机型。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斯蒂芬·奥布莱恩14号在展会现场宣布，该公司将从2024年开始每年投资台湾1亿美元，寻求更多与岛内军工企业合作的机会，强化美台产业供应链，并试图让台湾成为诺格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据台媒报道，诺格公司已于今年8月在台设立办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拜登政府一改数十年的军售模式，全面掌控军售节奏和项目内容，以小步快跑模式加快军售频次，突出实战性、系统性和不对称性，不仅启用总统拨款权、军事融资特殊军援方式，以实现更快更多对台转移武器装备，增加军备库存，还强化了国内军工与民进党当局的直接勾连，帮军火商攫取更多利益。所以中国外交部此次宣布制裁，也是针对这种军事勾连的现实危害，发出了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如果这样的一种勾连的态势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台湾而言会变得更加的危险。同时，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这一次的制裁具有着非常浓厚的警示意味。如果相关的人员不知收敛的话，执意的在错误的道路上越画越远，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台海局势，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都会造成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国外交部宣布决定对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2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在我的印象中过去10多年来，在中美两国围绕着对台军售而展开的博弈中，中国大陆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台一次针对美国军工企业的反制措施。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在把矛头对准美国政府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参与对台军售的军工企业，是非常必要也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在围绕着对台军售而展开的博弈当中，中美两国外交与军事关系无疑是受害方，被迫放血购买美国军备的台湾纳税人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同时，由于美国对台军售恶化了台海局势，两岸关系以退居趋势，无疑也是受害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直接受益方就是那些趁乱浑水摸鱼的美国军火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美国军火企业甚至成为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怂恿与策划者，还成为了台海战争的吹鼓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裁那些军火企业，实际上对准的是那些藏在幕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在点名制裁原因的同时，还点名了这次受到制裁的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2家美国军工企业属下的分公司。对此，您又作何解读呢？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军工企业制裁的法制化与精细化。法制化主要体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说明了中方决定制裁这2家美国军工企业，依据的是2021年制定的反外国制裁法，再加上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这些都是中国对外斗争走向制度与法治化的标志。精细化则体现在中方这次并不是一股脑的制裁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这2家大的军工集团，而是将矛头对准了直接与具体参与对台军售的这2家军工集团旗下的分公司。那么中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这主要是为了避免
随意扩大打击面而伤及无辜。有评论担心，由于美国的这些军工企业跟中国大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军火贸易，因此中国对他们的制裁可能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那对此您如何分析呢？没有错，基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对立的原因，在军火贸易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已对中国采取了全面的制裁措施。这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方制裁措施的实际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宣布的制裁措施没有政治意义。首先，鉴于中国近年来已经通过了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多部法律法规，中方宣布对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不仅是在对外宣示，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中方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而且可以对外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即中方对于这种行为一律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也就是说，中方这样做维护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还有国家的尊严。其次，我们知道，有意参与对台军售的可不仅仅是美国，也不仅仅是美国的军工企业，还有个别国家以及个别国家的军工企业也一直在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美国的军工企业出重锤，实际上也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我相信这也是过去这些年来其他国家及其军工企业不敢跟在美国军工企业后面顶风作案的原因。那么还有就是，中国宣布制裁美国军工企业，还可以在国内起到顺应民心、尊重民意的作用。